2025年前2个月，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跌9.8%，新房开户面积下跌30%，今年投资迎来了开门黑。再加上川普一上任就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关税，今年的出口也是前景黯淡，消费就成了中国5%增长目标最大的依靠。因此，今年中国的财政政策打算如何刺激消费，就变得万众瞩目。2025年3月16日，国务院发布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，政府要让中国人敢消费、愿消费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这份提振消费的方案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。下面内容将包含以下几个部分：第一，消费对中国的重要性。有效刺激消费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完成5%的增长目标，还能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健康的发展。第二，消费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，以及到底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的提振消费。第三，最近国务院发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到底有没有用？首先，消费的重要性。在疫情时期，各国政府都在纷纷给居民发钱，无非就是为了让人们有钱消费。那为什么消费如此重要呢？这其一是为了民生，人们吃饭喝水、用电穿衣都算是消费。我们经常说中国有一大批基本生活都成问题的农民，在经济学里，这群人叫做消费能力不够。所以如果中国人的消费好起来了，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变好了。这其二是为了经济。通常消费是一个国家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美国的私人消费占 GDP 的比重约为 70%， 日本的私人消费占比超过 50%。虽然在中国消费的比重不如投资，但2024年中国的私人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高达 36.2%， 占比第二。此外，消费的增长也可以促进投资，如果没有消费的支撑，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就没有保障。因此，如果中国的消费好起来，中国人的民生、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变好。其实我们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好不好非常简单，如果每个想工作的人都忙碌起来，那就说明经济非常繁荣。如果大家都在忙碌着，并且每年生产的东西或创造的服务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好，那就说明经济在健康发展。如今的中国就业市场非常萧条，大学生找不到工作，中年人面临裁员压力，就导致很多想找工作的人根本忙碌不起来，就是一种经济不好的表现。当这些人因为没有收入而减少消费的时候，餐厅、卖衣服、旅游业等等生意都会变差。2024年，中国有将近300家餐饮门店倒闭，结果就是有更多的人失业，没有事做，出现了恶性循环。这时候，如果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提高消费，就能阻断这种循环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，经济会越来越好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对目前的中国来说，提振消费可能比增加投资更加重要。毕竟，中国现在投资的收益率很低，每年投资的增长只能靠政府烧钱，没有办法像消费一样良性的循环。说完了消费的重要性，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人们消费多少，政府要怎么做才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。在传统经济学里，有非常多关于消费的理论，比如绝对收入假说、相对收入假说、持久收入假说、永久收入假说、生命周期假说等等等等。不过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把消费多少的决定性因素归为2点：财富和收入。这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说，就这连我都知道，一个人越有钱或收入越高，消费就会越高，这根本就不需要学习什么经济学理论吗？确实经济学家有时候是会研究一些人人都知道的事儿，但如果想把它们研究清楚，却没那么容易。比如在上述的理论中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叫边际消费倾向。它是指当一个人的财富或收入增加的时候，他会拿出多少用来消费。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问题，我们才能知道，当政府用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的时候，会起到多大的效果。比如在疫情时期，美国政府给一个美国人发了$1200，如果边际消费倾向很低，只有 10%， 那么只有$120才会用来消费，这时候财政刺激的效果就会很小。但如果边际消费倾向很高，有 90%， 那财政刺激的作用就会很大。在这方面，我认为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就是2017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理查德·泰勒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传统经济学认为，财政政策无论你用什么方式，退税、补贴或是直接发钱，只要发去的钱数量一样，边际消费倾向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效果都是一样的。但泰勒发现钱跟钱是不一样的，
同样的钱受来源的不同，人们消费的倾向会不一样。同样的一瓶可乐，消费场景不同，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也不一样。就是理查德·泰勒大名鼎鼎的理论——心理账户。今天我们不扩展，只讨论心理账户对财政政策的影响。泰勒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，人们的财富可以分为4类。第一类是当前收入，比如工资、补贴或退税等等，这类钱最容易消费。第二类是当前财富，比如股票、基金或银行储蓄等等，而这类钱人们就很少动。我们很少听说有谁买的股票涨了20万，就直接消费个10万8万。这类钱的消费倾向排名第2。第3类是房产增值，这类钱的消费倾向排名第3。最后一类是未来收入，比如养老金或一家大企业给员工的股票期权，他们往往在当下很难兑现，所以消费倾向排名最后。回到财政政策，不同的政策手段会导致人们把钱放到不同的账户里，比如退税或直接发钱，就很容易被当成天上掉的馅饼放到当前的收入账户里，很快的消费掉。此外，这类钱还很容易被用到奢侈品或享乐的消费中，比如日本政府在疫情期间给每个日本人发了10万日元的补贴，没想到日本的风俗行业迎来了一波小阳春，很多顾客明确表示自己是用政府补贴来潇洒一把。然而，如果是短期的减税政策，人们就会把钱放到未来收入的账户里，这笔钱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会很小。此外，政府给钱的数额也会影响人们选择把钱放到哪个账户里，像小额收入就容易被放到当前收入的账户，往往会被很快的消费掉。比如在2009年，奥巴马政府采用渐进式退税的方式，将退税一笔笔的用小额的方式发放出去，带来了明显的消费增长，但大额收入就容易被放到当前财富的账户里，消费倾向就比较低。在2001年，小布什政府采用了单次大额退税的方式，引发的消费增长就不及预期。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今年中国的消费提振方案到底有没有用。2025年3月16日，国务院发布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，总共有30条。按照中共的惯例，这里面有很多是凑数的，比如第3条，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，加强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消费，发展田园经济和民宿经济等等。然而，中国正处于消费降级和通货紧缩，高端农产品和旅游行业的消费都不景气，所以这项政策更多的只是口号，因为根本没有市场。我大概把能真正刺激消费的政策分为3类。第一类是增加居民收入，包含1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； 2、扩大以工代赈计划，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就业机会； 3、提高医疗保险补贴； 4、增加农村和非就业城市居民的基础养老金，从每月123元提高至143元； 5、扩大家电、汽车、电子产品以旧换新的补贴。这类政策涉及到的钱，居民会放到当前收入账户中，消费倾向比较高，可以非常有效的刺激中国人消费。第2类，降低储蓄倾向，包含1、刺激信贷消费，对信用记录良好的借款人提供消费信贷补贴； 2、稳定房地产和股市，以提升家庭的安全感，减少储蓄倾向。而这类政策涉及到的钱，居民会放到当前财富账户中，消费倾向就比较低。第3类，收入再分配，包含1、增加对学生的经济援助； 2、探讨育儿补贴的可行性。这类政策涉及到的钱，居民也会放到当前收入的账户中，消费倾向比较高，效果也会比较好。我们再来重点看几条关注度比较高的政策。第1条，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，科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。关于这一条，我们都不需要知道目前中国各省市最低工资是多少，也不需要知道最低工资将会提高多少，就可以确定它会伤害中国经济。在经济学里，最低工资一直不被提倡，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因为它会导致企业减少招聘或是裁员。我们想一下，最低工资影响的往往是3、4线城市的小企业，比如小餐馆，哪怕是以今天的工资水平已经有很多小餐厅在关门大吉的边缘。如果逼迫他们进一步增加成本，结果会怎样呢？所以说，这条政策刺激的不是中国消费，而是失业率。第2条，扩宽财政型收入渠道，加快打通保险、社保等中长期资金入市。关于这一条，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：中国的股市横盘了15年，是因为钱少吗？是因为有大量的财务造假？是因为没有严格的规则？想要靠中国股市提振消费，还不如靠性产业的合法化。在中国股市起起伏伏中，财富向来是从穷人转移到富人手里，越是牛市，中国的散户就越容易亏损。
在2014到2015年期间 ，A 股市场中最有钱的0.5%的账户获得了盈利，而最低的85%的账户亏损了2500亿。因此，我非常不希望中国 A 股再次出现一轮牛市，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有大量的人会再次被割韭菜，而这一次养老金和保险的钱也会遭受重创。此外，根据我之前提到的理论，股票盈利的钱人们会放到当前财富的账户中，消费倾向并不高，所以这条政策或许只会刺激中国爱马仕的消费。第5条，加大生育养育保障力度。最近，呼和浩特市发布了高额的育儿补贴，从今年3月1日起，对生育1胎的家庭发放育儿补贴1万元，对生育2胎的家庭发放育儿补贴5万元，对生育3胎的家庭发放育儿补贴10万元，引发了人们的关注。不得不说，这条政策如果能全国推广，的确可以极大的增加中国的消费。首先，育儿补贴以每年1万元的方式发放，这笔钱会被放到当前的收入账户中，消费倾向非常高，甚至会超过100%。根据2024年中国育儿成本的报告，在中国城镇家庭将孩子养育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66万元，平均每年3.7万，远远高于1万元的育儿补贴，这说明了人们要贴钱消费。此外，这条政策还会改善中国的人口危机，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么大的补贴力度是否会在全国推广？2024年，中国出生婴儿954万人，按照2022年1胎、2胎和3胎的生育比例，全国生育补贴的支出将高达3700亿。显然，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肯定无法负担，除非中央给钱。但皇上有这么慷慨吗？目前，安徽省合肥市3胎的育儿补贴每年只有5000元，攀枝花市3胎的补贴只有6000元，宁夏3胎的补贴只有4000元，恐怕这才是中国可以普及的水平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政策的效果将会非常小。第15条，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支持力度，实施手机、平板、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购进补贴。消费品以旧换新是从2024年3月开始的，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全年增长超过1.3万亿，拉动2024年中国消费品增长1个百分点，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这第一是因为像这种专项补贴如果不消费就拿不到补贴，所以想要占点政府的便宜，你就必须消费，而且很可能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，这就刺激了人们消费的欲望。第二是因为补贴涉及的家电和数码产品都属于耐用消费品，耐用品有个特点，价格的弹性很高。价格弹性是指当价格变化1%时，需求会变化多少？因为人们对耐用品的需求往往都不着急，晚买一会儿可以，早买一会儿也可以，所以在价格降低的时候，往往会提前购买；在价格升高的时候，往往会选择延迟购买。所以当去年补贴出现的时候，才会大大增加涉及耐用品的销量。回到本次的政策，新政策不仅将微波炉、净水器、洗碗机、电饭煲等4类家电纳入了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，还增加了手机、平板、智能手表等新购产品的补贴。虽然去年已经消耗了有大量购买需求的人，但我预计今年仍旧会大幅增加家电和数码产品的消费。第21条，保障休息休假的权益，严格落实带薪年假制度。想说这条不是因为觉得它很有用，而是它很典型，属于逼迫企业做企业不想做的事儿。所有宽松性的财政政策应该是通过钱引诱大家去消费，而不是通过逼迫企业让员工放假，希望中国人以此就有时间去消费了。先不说中国目前消费不行，到底是因为人们没钱还是没时间？在中国永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企业如果不想让员工放假，肯定有1万种方法去避免。总体看下来，我有2种感觉。第一，虽然政策很多，提出了3项措施，但真正能够提高当前收入账户、有效提升消费的政策非常少。这第二，政策力度比较小，力度最大的2项是消费品以旧换新和育儿补贴，但却是有条件的，你必须先买家电或生个孩子才能拿到钱。换句话说，强国的消费刺激必须是政府出小头，人民出大头。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，今年额外财政刺激占2%的 GDP， 虽然比没有强，但却远远没有到可以完成今年5% GDP 增长目标的程度。难道今年增长目标要靠老手段来完成了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、点赞加评论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